你有没有想过，用 ChatGPT 分析亚马逊的竞争对手，能提高10倍的效率？有没有想过，你们公司工资最高的选品人员，只需要简单几个和 AI 对话的指令，就可以替代他们大部分的工作？我用 ChatGPT 分析了这个有30347个 rating 的产品，和 AI 只对话了10次，就找到了这个竞争对手的20个弱点，并且获得了6个改进意见。我有这个信心，改进后的产品第一批发过去 FBA 就有机会做到月销售额8万美金。你想知道我是怎么样分析这个产品的吗？我相信以后这个视频一定会被跨境电商的老板看到。老板，如果你的同行也用 AI 这样来分析你们的数据，以10倍于你们的运营效率和你们竞争，那会怎么样呢？大家好，我是文涛吴涛。看完这条视频，你将会得到一套 AI 时代亚马逊分析竞争对手的超级打法。视频最后，我还会免费分享给你一套关于产品开发和 AI 对话的指令模板，以及对应的思维导图。如果有兴趣，请你一定要把这条视频看到最后。我们在 Jungle Score 这样筛选条件：美国站、电脑、电子、工具类目 ，rating 最高星级是4。产品价格15至70美金，最低的月销量600，排除顶级品牌。找到了这个销量还不错的 rating 最多的 listing， 记录下它的链接。首先要把这个 listing 的 reviews 抓取下来。如果我们不懂代码怎么办呢？没关系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个零代码的网站 Amplify。这个网站可以让我们在不写一行代码的情况下面，抓取各大网站和各大社交平台的信息。实际上，这个网站也是很多软件公司开发爬虫软件的基础网站。注册好之后，我们搜索 Amazon， 选择这个 Amazon Review Scraper， 把我们要分析的亚马逊链接填到这里。我们现在用的这个是基础版，上限只能抓取500个 reviews， 那我们就填500。如果你实际应用到自己的工作中，就需要购买付费版本。确定以后，这个 listing 的 reviews 很快就被我们一条一条的快速给扒下来了。完成之后，一共是480条 reviews。我们在 ChatGPT 的 Code Interpreter 状态上传这个 CSV 文件，让 AI 充当数据分析专家，重点分析 rating 小于等于3的文本内容。具体的 prompt 请看屏幕。我给大家透露一个和 AI 对话的小技巧：描述清楚问题之后，最好在后面加上 Please think step by step， 这样 AI 出来的内容就比较具体了。AI 很快就帮我们分解我们的任务，请你集中精神了。下面的内容比较专业，或者你中途感觉到累了，可以收藏起来，暂停之后再看。第一步是数据清洗，包括文本清洗、转换小写、删除停用词、词干化等。第二步是词频统计，很快 AI 就把前10名的文本内容出现的次数最多的词列出来。接下来 AI 询问我们用什么方法来分析，我让 AI 提供这些负面词出现在哪些评论里，然后再用 Ngram 分析法分析，很快这些负面评论就出来了。用 Ngram 分析法的时候， AI 重点选择2个连续单词和3个连续单词重复出现的情况。注意看了，分析到这里，这个产品的缺点就开始浮现出来了。比如磁铁不够强、分崩离析，这2个明显是产品质量不够好。尼龙搭扣带这个词应该就表示产品的包装不好。好，我们进一步分析。目标是找出这个产品客户的抱怨点，让 AI 能够从多个维度考虑，并且量化分析。Code Interpreter 马上抓住我们这个问题的重点，就是多个维度。它帮我们分解成情感分析、主题建模、基于时间的趋势分析、评分分析、关键词相关性。在情感分析这个维度，自动打上了分数，得出了一个结论：粘附性差、易损坏、磁铁问题、安装问题等等。接下来是主题建模 ，AI 采用的是 LDA 主题建模方法。这个方法可以让我们从看起来杂乱无章的文本发现隐藏的主题。下面是这个具体的建模过程和举例。如果这部分你不明白也没关系， AI 全程帮我们处理了。AI 分组了5个主题，
得出了这个产品存在问题的可能性，屏幕、磁铁、尼龙搭扣有问题，用户期望的结果和产品某些功能不匹配，产品质量存在问题，特别是磁铁和安装部分，产品不耐用，材料比较差。接下来我们让 AI 统计这些差评词云，看起来会更加直观。然后我们告诉 AI 要开发同类的竞品，让 AI 扮演产品专家，给我们提供建议。AI 回顾刚才用过的几种统计方法，总结了这个产品的核心缺点，给我们提供了新品开发的建议。用好一些的磁铁，提供清晰分步骤的安装指南，最好有视频指引。选择高质量的材料，产品做大货之前最好经过一些测试，收集用户的反馈。大家觉得这样的改进建议专不专业？下面还有更多有价值的建议，为了避免我们的视频太长，我就不详细念了。我会把这个 AI 对话的内容导出成网页，分享给群里的朋友们，方便大家仔细研究。整个产品分析流程，从抓取对手产品 review 的内容，到和 AI 对话，最终得出结论，我实际上只用了半个小时的时间。你们公司做竞品调查大概要花费多久呢？需要多少人力呢？有没有做到这么量化的程度？你可以在留言区和大家讨论一下。最后再跟大家说一下，如果你用 ChatGPT 输入和我一模一样的内容，和 AI 对话出来的结果不会一样的。这是我另外一次和 AI 对话的过程，你可以看到和我们前面演示的完全不一样。我们最好用不同的方法多对话几次，以找到更多的信息。实际上，如果我们懂写代码，可以用 Agent 的框架，同时控制几个 AI， 组织这几个 AI 开会，让这几个 AI 扮演不同的角色，互相 PK， 最终得出比我这个视频优秀的多的结果。实际上，这已经是目前硅谷 AI 领域创业的热门方向之一。如果大家感兴趣，我以后专门做一期视频给大家讲解。我会把这个视频的 prompt 对话模板和思维导图分享到我们的群里。如果你有兴趣就留言，我需要竞品分析的 AI 指令和思维导图。关注我，我是文涛吴涛，持续给大家带来高价值的跨境电商 AI 实战玩法。